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是我们熟悉的三高，也是健康的三大杀手。正当我们和三高斗争的时候，第四高已悄然来袭，它就是高尿酸。前不久，一位痛风病人来找医生看病，来的时候他因为脚疼痛不能下地，是有家人推着轮椅进诊室的。医生给他开了中药，并嘱咐他回家后的注意事项，另外还建议他多吃生黄瓜、冬瓜，帮助排出尿酸。这位患者吃了2周之后脚就不疼了，多次打来电话，很是感谢。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个对抗尿酸的食疗方法。首先准备一根黄瓜，小小的黄瓜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呢？这就要从痛风的病类变化说起。中医认为痛风属于痹症范畴，起因也分为很多类型，比如寒湿病主型、湿热病主型、痰主血瘀型、血热毒侵型、肝郁陈皮型、脾虚湿主型、肝肾亏虚型等。而西医认为痛风是由于体内的嘌呤代谢出现障碍，导致尿酸生成过多，或者尿酸排泄出现障碍，引起血液中尿酸升高，然后尿酸也结晶沉积关节或者其他组织中，导致关节剧烈疼痛，而且它会反复发作，不仅特别疼，还有可能导致关节畸形，让人出现行动障碍。所以治疗痛风最关键的就是尽快排出尿酸盐，并且要保证尽可能少的形成新的尿酸。这就需要限制喝酒，少吃高嘌呤食物，以肉类为主，尤其是动物内脏，多吃低嘌呤食物，主要是果蔬。黄瓜中医认为它味甘甜，性凉苦，无毒，入脾为大肠，具有除热、利水、利尿、清热、解毒的功效，主治生热烦渴、咽喉肿痛等。它清热解毒的功效可以祛风热、止疼痛。西医更是肯定黄瓜降低体内尿酸水平的功效。药理研究实验表明，黄瓜中所含的锌有助于增强关节结缔组织的健康，可以很好的减轻关节炎和痛风疼痛。黄瓜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00克的冬瓜，冬瓜可以利尿、清热、化痰、解渴，所以在治疗肾炎、水肿、胀满、淋症、脚气、痰喘、暑热、烦闷等病症方面都有疗效。而且随西医饮食谱说，它若孕妇食用，则胎儿毒，令儿无病。可见冬瓜是非常安全的食物，孕妇都可以经常食用。冬瓜性味甘淡而凉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水化痰等药用功效，尤其适合湿暑并存的季节食用。此外，多吃冬瓜对补充水分特别重要，因为冬瓜含水量高达 96%， 清淡易消化，再加上冬瓜含维生素 C 较多，且钾含量高，热量低，因此它是肥胖、高血压、肾病及水肿患者的上佳食物。另外，糖尿病患者也可将冬瓜作为日常食品，因为冬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非常低，是一般稻米的1/40，对糖尿病餐后血糖影响小。冬瓜中的丙醇二酸能有效地控制体内的糖类转化为脂肪，防止体内脂肪堆积，还能把多余的脂肪消耗掉，对防治高血压、动脉粥样硬化、减肥有良好的效果。冬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，能有效地改善人体血糖水平。另外，膳食纤维含量降低体内胆固醇，降血脂，防止动脉粥样硬化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吃冬瓜的时候，我们习惯性的吃里面的果实，其实冬瓜全身都可入药。冬瓜皮利水消肿，清热解暑，常用于水肿、体虚、浮肿等，还可用于催乳。冬瓜中含水量很高，
摄入的水分都要通过肾脏排出，再加上冬瓜本身有利尿排水的作用，会使得尿液量和次数增多，有清洁尿道、消除炎症的作用。适当食用可以护肾消炎，缓解泌尿道炎症。切好的冬瓜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小块生姜，姜作为一种调味品，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，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。由史可查，儒家思想的创作人孔子的长寿就与其吃生姜有着一定的关系。姜的味道辛辣厚重，做调味料可去腥提味。不过姜除了它的调味作用外，它在中国人的养生之道中就有更为重要的地位。生姜中含有大量的姜醇、姜烯、水芹烯和柠檬醛等油性的挥发油，还有姜辣素这种物质，所以姜在人炎热时有兴奋、排汗、降温、提升的作用。当我们在食欲不佳时，吃几片生姜就有增进食欲的作用。同时生姜对人的胃病也有一定的止痛作用。另外，人适当的吃些生姜，或者喝点姜茶，能够起到防止急性肠胃炎的作用。研究发现，生姜可以起到某些抗菌素的作用，还对杀灭口腔致病菌和肠道致病菌等有一定的效果。常用生姜水含漱可治疗口臭和牙周炎。把生姜切成细丝，切得越细越好，更能激发出香味和作用。切好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，再放入冬瓜和黄瓜、姜丝，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焖煮2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加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2分钟之后加入适量的盐即可，搅拌均匀就可以盛出来了。这道汤非常清淡利水，适合肾病、水肿、痛风患者经常食用。但是冬瓜、黄瓜性寒，脾胃虚弱、肾脏虚寒、久病滑泻、阳虚体质以及女性经期要慎用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这个食疗方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